算什么时候结婚？大概在毕业之后吧。就是还没有想过这些，先把自己的工作啊什么什么的都弄好再说。再过10年吧。再过10年。嗯，好的。我好像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随遇而安吧。还没有。我还年轻，没有想过，我觉得这个东西顺其自然的，就是想也没有用的。应该不会结婚。如果环境允许，就是如果一切都合适的话，有人的话，我觉得结婚挺好的，尽早结婚挺好的。我们两个想法是至少有稳定工作吧。我其实不怎么打算结婚，没想过。不结就不结吧。就不结婚是吧？对。那您可能觉得单身生活或者婚姻生活哪个会更有挑战性一点？挑战性的话，肯定婚姻生活会更有挑战性一点，因为两个人一起生活，而且就没有血缘关系这种，怎么想都有点，对。那肯定是单身生活更自由啊。因为结婚不只是你2个人，而且要涉及到2个家庭嘛，所以结婚可能会，如果是那种比较不服管教的人的来说，就是结婚就是会把你整个人就是束缚住。那我上班下了班一个人躺在床上没事干啊，就是看手机刷抖音，吃完晚饭6点钟躺在床上刷抖音刷到凌晨1、2点，很无聊的。I think married life, because you have to deal with someone. If it's single life, you can just deal with yourself. It's easier. Married life is 2 people to deal with yourself and who you're married to. 就我觉得婚姻其实在我的概念里，它就像2个人共同创业，所以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你们之间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很重要。就你们之间是否信任，然后他是否是一个好的创业伙伴，能不能跟你共同的去经营一段，就是像做商业一样，你觉得呢？就是对，所以我觉得一个是考验你们之间的关系，一个考验你们1+1之后共同面临生活处理问题的一些就是效率啊，然后能力啊之类的。但是一个人但是它相比于一个人生活而言，就是你们2个共同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就是有个人帮你啊，会更高效一点。时代大家都希望能寻求一个各种搭子的状态吧。其实也就是希望自己做什么事情能有另外一半。所以大家都会单身生活的话，大家觉得很孤独嘛。都很有挑战性吧，不能说哪个更有挑战性。单身生活的话，可能会比较反人的这个本性，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嘛。婚姻生活的话也会很困难，因为双方的本身的家庭环境也不一样，包括各方面3观都不太一样，所以都挺困难的。其实。未来的话，因为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会选择不结婚，或者说婚姻或甚至说变得不重要了？有可能吧。有可能。对，就大家可能会。就是倾向于一直谈恋爱，而不是就选一个人结婚吧。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是已经是有这样子的观念了，就是一直谈恋爱后不结婚。对，而不结婚。对，身边就有，就是谈恋爱谈得挺好的，但是他不打算结婚。首先，大家对于生孩子这个想法，慢慢的就是大家都不太想要孩子。那如果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婚姻可能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大家可能会寻求更开放的一种关系，或者更自由的一种关系吧。看个人选择吧。就是重不重要的话，你是看2个人未来相处之后，就是能够带给你什么东西去做一个评判。但因为现在人的想法是，结婚的问题不太重要。现在人有狗有猫，喜欢养狗养猫，然后现在的男人人好心理好的人，我感觉少了。我觉得不结婚其实很正常，因为我们这个年纪，首先结婚它需要3要素，首先你要有钱，其次你要有房，完了你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然后像我们这年纪，基本上都是大学刚毕业没几年。你说钱吧，
不靠爸妈自己，你说要赚，其实也赚不到多少钱。房子吧，你说不靠爸妈，我们要买个房子很难。爸妈给钱，如果说给个首付，还要去还这个房贷的话，压力又很大。然后车子的话，可能买这个比较简单，可以解决了。但是你结完婚，结婚的时候要花很多很多钱的。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只要相处得很好的话，其实并不所谓就是婚姻或者不婚姻的这个约定，对。或者可以说枷锁，所谓的这种枷锁，对。那我觉得只要就是大家相处的自然，相处的开心，其实怎样都可以。我相信这个可能也是未来大家会比较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吧，应该。所谓教育程度越高，结婚率越低。这是肯定的，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其实我没有对婚姻这么排斥，但在我的概念里，我觉得可能一些年轻人他逃避婚姻是逃避的是，从开始就一直就是持续一辈子的这种婚姻。所以我觉得，如果一段关系你是怀抱着可以去分开的这个态度去结婚，可能他对于你个人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就是可以离婚的婚姻，我觉得是会压力更小一点的。那你会怎么看待这种不婚的或者说晚婚这种趋势吗？会一直持续下去吗？不要结婚，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如果大家这样的想法的话，怎么做孩子呢？然后怎么弄？一个人你一个人老了以后，一个人也不好吧？这些人会越来越多吧。我觉得挺好的，就是20多岁可能刚从学校出来，然后刚开始工作，就很多东西可能自己都没有想清楚，然后很匆忙的结婚的话，可能会碰到很多问题，就是他们之后并不希望就是碰上，人可能在等自己成熟一些，比如说工作几年之后，经历更多的人情世故之后再去结婚会更加稳妥一点。觉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就是身边的朋友们逐渐就是进入了婚姻，然后自己也会有慢慢那个想法，对，就会觉得他们结婚了就是比较稳定。我觉得如果是在不结婚的状态下去选择不结婚是一件好事，就像在适合结婚就是遇到合适的人状态下去结婚也是好事，然后在变得不合适之后离婚，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就是你顺应自己当下的状态去做选择，我觉得就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你为了一个目的去做不适合现在状态之下的选择，可能就会不太好。也是根据这个社会，对。如果社会压力比较大，大家都不想结婚，对。如果大家都很chill的话，大家对养个孩子也不错，对吧？对。很正常，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吧，它就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然后找工作什么的这种生存压力都比较大。我觉得像就是之前像我爸妈那个年代，8、90年代吧，然后那种经济比较发展的这种时代的话，他们就是随便就努力，他们就会有好的那种结果。然后现在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你努力了，你也没有就是不像之前那么轻易就成功吧。所以我觉得这种压力就让大家都晚婚或者不结婚这样，因为自己一个人都还没有生活好，就是怎么2个人一起生活？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想。可能会有一点比例吧，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环境还是说要让我们对于这个婚姻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应该不会吧，只会是一个阶段性的吧，没有说非要持续。应该，但是现在谈恋爱结婚的也很多。或者你幻想的婚姻生活是什么样的？理想的婚姻当然是幸福的，就是能够和对方很相沟通，然后就算彼此很不同，但是能够理解对方，然后互相扶持。对，互相扶持是一个对，就是最理想的婚姻。有，因为我不生小孩，所以理想的生活就是2个人赚钱之后一起去旅游，然后就过好我们俩的生活就可以了，就也可能养只猫和一只狗这样子。就是我们都有各自的事业，然后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可以2个人在一起。我幻想的婚姻生活
可能会比较奇怪啊，我不希望两个人能住到一块儿去。我觉得最好的状态是，能在同一个小区这样子，但是在2个不同的这个房子里面，不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因为我不希望跟一个人就是每天从早到晚睁开眼就得面对这张脸，这样子。我希望大家还是能，给彼此一定的空间。我其实也没有，但是我觉得理想的就是，至少结婚那个人是要自己喜欢的，然后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对，我理想的可能就是比较稳定一点，然后对，温馨一点，没有太具体的想法我觉得如果30岁以后结婚的话，那就可能我跟我对象爸妈就是来帮衬我们吧，因为我妈之前就是说，我会就是希望我在大城市工作，然后我爸妈退休，他们就会来我这个城市，然后就是住的离我比较近嘛，就是帮我做饭啊什么的，就这样。你会觉得就是结婚是为了什么？或者说结婚之后有什么改变或者影响吗？因为喜欢吧，然后就是觉得，一方面是觉得很合适，因为合适的人很难遇到，遇到的话，那就其实父母双方那边就都很顺利，然后就推进了，然后就真的什么都会很顺，然后就结婚了。相爱就结婚啊，然后呢，他们变成老的时候不想一个人在家，也是这样的意思吧。就肯定是为了更安稳的爱吧，就你回家就是有一个家一直在等你这种感觉。互相陪伴，互相支持吧。我觉得这就可能是其中一个为什么结婚现在没有人那么想结婚的原因吧，因为我觉得现在这种喜欢的状态不用结婚都可以有，比如说自己的生活，然后2个人互相帮助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结婚可能对有些人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从法律上面说肯定是有的，但是就个人生活而言，就是看互相陪伴和依靠吧。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自己一个人足够稳定强大也是 OK 的。就是你会操心更多的事情，然后可能你们俩之间的就是矛盾或者说摩擦也会变得更多了一些，就不单是谈恋爱时候那么甜蜜了。可能婚姻就是会有家庭的因素，会有比如说家庭生活上的而且也会牵扯到就是双方的家庭嘛。我觉得可能不能代表大家的观点啊，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结婚就是无非就是，需要家属签字的时候可以签一下字这样子。对，其他我觉得其实可能在我的观念里，结婚并不会改变什么，因为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保持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自然，然后比较舒服的一个相处状态。对。就是可能是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人生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他，就是也为他做考虑，就不像一个人的时候只用考虑自己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这种状态就没有了。你们父母是否有给你们施加过结婚的压力，就会说要到了时间就结婚啊这样？没有，还没有。他们是觉得到一定年纪了就该结婚了，但是我没有这方面的打算。目前，爸妈就是觉得是一种传承吧，就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对，我父母咋说呢，就是不会明面上催，但是可能会暗示啊，对啊，就是通过旁敲侧击啊表示这部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就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吧，我觉得我跟我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可能还觉得把我当一个小孩子，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个层面，也可能是怕我冲动做出一些不太好的决定。他会给你一些建议或者看法吗？上海父母就是找上海人，找本地人，然后如果谈外地就是会有一些意见。感觉上海父母很多都这样。父母对我的婚姻的话是非常的 open， 非常的支持，就是我选择的人他们也认可，就是他会就是100%无条件的去支持我。我在法国长大，然后我在法国长大，我朋友我认识的人男朋友谈男朋友的时候都是法国人，中国人很少。我父母呢跟我说的话就是你要谈中国人，不能谈法国人。比较传统的期待吧，但可能跟
我的期待之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他们就还是怀有那种对于传统婚姻模式的那种想象。他们就是觉得你结婚了就等于说你有自己的小家了，就是他们父母还是希望你能够自己成一个家吧，我觉得是这种。对，我妈说只要她接受异国，但是你不要去国外就行，就是让别人对过来就行。长得不能太好看，长得不能太好看，因为可能会就是对在外面干不正当的。但是长得不好看也会。对啊，就是也不能长不好，就是感觉就是其实就是要找个普通人，但是谁想找普通人？